轩，现在在中日关系最紧张的时候，没有想到今天在东京的街头竟然发生一起骇人听闻的车祸，这车祸太可怕了。这一台车撞完之后，至少造成1个人死亡，11多人受伤。我们过去一直在讲一件事情，日本的交通，日本的这种交通意识是有多好。 结果没想到，竟然在这种大都市、大城市这样子撞的。你知道我没有说，到底这个是车祸还是恐怖攻击有待商榷。为什么讲？我闻到了浓浓的宪中味，也就是中国的宪中事件。因为我们直接带你来看到当时事发第一线。对，你会仔细看，原本车子大家都已经停好了。对，那很奇怪停好了车子已经在等红绿灯，怎么会有车子突然撞呢？而且你看那一台白色的轿车，它是明明看到前方有一台类似是警用或者是安保的车子转过去。 把他的车头撞到他之后呢，再把他车身的左边的车头往旁边的货车去推，而且推了之后呢，整个货车力道之大，等于是他还在猛踩油门，把这个货车往人行道推之后，他油门还补着，然后人呢从他的驾驶座，因为日本是右驾，直接跑下来，然后呢拔腿就跑。对，所以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状况吗？等于就是说第一波冲击他撞到右边的类似安保车的时候，已经很奇怪了。他转头再撞左边，那台货车被往前推的时候，直接撞到路人。 结果后续因为他的车子呢还持续在发动当中，等于就这样一路开到人行道，所以根据目击者当下的描述，他一共呢人下车之后还在人行道开，连续连环撞了10几个人，而且你知道第一波冲击力道之大，他撞下去的时候整个人都飞起来，所以他们后来去研调嘛，研调说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事情去发生呢？后来发现，来各位，你有没有仔细注意到说这台车有点不太对劲？ 你看他撞到之后来兆和，对，他是整个人这样骑到人行道，等于说我右边先撞，然后我再转头往这边人行道，就我看到人之后撞上去，然后总共13个人受伤然后1个老翁就是受冲击到最大的，直接被撞飞了。所以那老翁可能当时是在这里，对，结果他因为撞完之后，砰，等于是往上撞上去，他就跑了。对，撞了之后你看车门都还开着，对，等于说他故意的。 我讲这绝对是故意的啦！你一般如果说人不小心撞到，对不对？你就会愣在那边。他不是，他是感觉是有备而来，就是我推了油门下去，撞了之后我马上开门就开始跑。他跑的时候车子还在往前，结果呢，现场目击者就说真的有一个老翁就这样飞起来。然后后来呢，发现说这个80几岁的老翁直接我们讲的不治。然后有一个20多岁的女性呢，当场欧卡，就发现这台车根本不是他的。你知道这台车哪里来吗？是他偷来的吗？对，他说是 Toyota 有一个展间他就说突然间在那个展间里面呢，就下午大概我们讲中午左右，有一个男客人就来看说，我要来看展示车，因为他们展示车钥匙都直接放在里面，就没想到放在里面呢，这个穿着黑外套这个男子他就直接上了车之后，嘣一个，然后车子就直接这样开走，这绝对是预谋犯案啊！ 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不可溯源嘛，等于说你身份没有办法查证。再第二个，你哪有时间的算这么好？说我马上偷，马上拿去撞。来这是他正面的一个画面，你看整个车头都猫掉。那目击者有一个在旁边开理发店，说我就突然间发现听到连环车祸有一个蹦蹦蹦，然后就看到呢有人这样飞起来，飞起来之后有人倒在地上，然后手还在抖，就是感觉整个人呢都我们讲的还活着。然后呢还有一个人他说我那个店面我还害怕说他会不会直接撞了我这个店面，因为那个车子这样一直往前都停不下来。来。 就照好，你看这个。对，请问一下，这个车牌写几号？他没有车牌啊，他写中古车。那跟这个被偷中午才被偷，因为这个撞击时间点是在中午12点半。那是上午我们讲靠近中午的时候刚被偷，等于是他把这个车偷了之后，他马上开路上呢看到人之后，他就故意把他撞下去之后再刻意去撞人行道。所以我们讲各位，这个宪中不是有什么差别？ 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